俗话说人老腿先衰，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你能想象80岁的自己依然健步如飞吗？也许很多人摇头，但事实是，只要你的腿脚够强健，即使到了高龄，你仍然可以步履轻快，生活自理。而腿部恰恰是寿命的关键所在。今天我们就从科学和生活的角度深入谈谈为什么腿这么重要，以及该如何锻炼双腿，让我们在晚年也能健步如飞。首先，为什么说衰老从腿开始？有句老话叫树老根先枯，人老腿先衰。树木年老时，根部先干枯。人上了年纪，腿脚往往先不灵便。年纪大了，我们常看到头发变白，皮肤松弛，但真正让老人丧失生活品质的是腿脚不利索。把身体比作一台机器，腿就是提供动力的马达。马达一旦不灵光，机器运转就会出问题。生活中很多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长寿的老人几乎都是步态稳健，走路轻快。相反，一些人一旦腿脚出了大问题，比如髋关节或膝盖受伤、骨折，往往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可以说，腿部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寿命和老年生活品质。现代医学研究也支持腿有劲，人长寿的说法。医生们甚至把步行速度称为第6生命真相，认为它和血压、心跳等生命体征一样重要。走路速度能反映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走得快、步态稳的人，通常心血管功能更好，下肢肌力充足，整体健康状况佳。走路明显变慢的人，往往暗示心肺功能退化、肌肉流失或平衡能力下降。一项长达1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步数较慢的长者在观察期间的死亡率明显高于步数快的同龄人。还有一个惊人的研究结果，来自2022年，科学家让50岁到70多岁的人做单腿站立平衡测试，发现不能单脚站稳10秒的人，在未来10年内的死亡风险增加了将近 84%。 换句话说，能否稳稳站立10秒钟，竟与寿命长短有着密切关联。为什么呢？因为单脚平衡需要腿部力量、协调性和神经反应，这些能力不足的人，往往代表着全身健康状况的不佳，跌倒风险和潜在疾病风险都更高。所以，别小看你单腿站立的能力，它其实暗藏着身体的秘密。种种研究都在强调同一件事：腿脚有力、平衡感好的人，更有可能活得久、活得健康。除了步数和平衡，还有其他科学数据强调腿部的重要性。例如，有心血管专家指出，小腿肌肉被称为第2心脏，因为小腿肌的收缩挤压可以帮助把下肢的血液泵回心脏。如果长期不活动，下肢血液循环变差，心脏负担就会加重。你或许不知道，人体将近一半的神经和血管都分布在我们的双腿中，约一半的血液也流经腿部。双腿是连接身体各个部位循环的枢纽，如果腿不好，血液上下流通不畅，心脏、大脑、消化等器官都可能供血不足。在中医看来，腿部健康，经络才能通畅，气血才能顺利送达全身各处。从西医看，良好的腿部循环减轻了心脏的压力，预防血栓等疾病。所以说，腿是健康之本，一点也不为过。不仅如此，腿部肌肉和骨骼强度也是身体整体衰老的指标。人体最粗壮有力的骨骼和关节就在腿部，大腿骨强健到曾有人比喻年轻人的股骨能支撑一辆小汽车的重量，膝关节每走一步都要承受相当于体重数倍的压力。双腿还拥有全身将近一半的肌肉，负担着我们日常活动中约70%的能量消耗。想想看，一个人一生中有多少活动要靠双腿完成？走路、跑步、上下楼梯、蹲起站立。腿不仅是行走的工具，更是支撑身体的2根柱子。医学专家形容，坚实的骨骼、强壮的肌肉和灵活的关节共同构成了支撑身体的铁三角。而这个铁三角主要就在双腿，如果这个铁三角出了问题，人就难以保持活力。既然腿这么重要，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的腿还健康吗？其实腿部老化往往有一些早期讯号，如果你出现以下情况，就要提高警觉了。首先，走路没以前轻，时那么轻松，
稍微多走一会路就觉得双腿发酸发沉，像灌了铅一样，爬几层楼梯就气喘吁吁，这可能是腿部力量下滑的最早表现。其次，长时间站立或做事后腰酸腿痛，休息才能缓解，尤其是中年以后的女性常有这种感觉，说明下肢肌耐力在下降。还有，不知不觉中你的步行速度变慢了，以前健步如飞，现在走起路来不得不放缓脚步，而且偶尔想加快脚步时，反而觉得腿跟不上使唤，走快一点点之后，双腿会酸痛好几天，这些都是腿部机能退化的信号。另外，有的人会发现腿经常麻，或某一侧腿特别怕冷，即便天热，小腿肚还是凉飕飕的，甚至感觉从臀部沿着腿到脚有一条线发凉。这种一腿发凉可能是下肢血液循环不良，也可能和神经压迫有关。如果经常出现腿麻木或刺痛感，一定不要大意，可能是神经传导出了问题，或是糖尿病等疾病的早期症状在作祟。再来，腿抽筋的频率明显增多，也值得注意。偶尔运动后或天冷脚抽筋很常见，但如果在不受寒也没剧烈运动的情况下经常抽筋，可能意味着身体缺钙或缺镁，甚至提示骨质疏松的苗头。很多人夜里睡觉时小腿抽筋痛醒，其实就是在提醒你该留意骨骼和肌肉健康了。还有一些腿部衰老的警讯，例如腿部肿胀，可能是静脉循环差或心脏、肾脏问题，静脉曲张，年轻时就可能出现，代表腿部血管承受压力过大等等。总之，当你的腿开始频繁出现酸痛、麻木、抽筋、冰凉、肿胀等异常状况时，千万别不当回事，这是身体在向你拉警报，腿正在走下坡路，需要你的关注和保养。很多人年轻时不觉得腿有什么好保养的，走路跑跳全凭本能，直到出现上述问题才开始后悔，没有早点注意腿部健康。从生理上看，大约在30多岁开始，如果不经常锻炼，我们的肌肉量就会逐年下降。有人估计20岁以后，每10年可能会流失约 5% 的肌肉。到了40、50岁时，很多人腿部明显没劲，这正是长期缺乏锻炼导致的结果。同时，骨骼中的钙质也在流失，关节开始磨损老化。如果任由这种趋势继续，不但腿越来越无力，跌倒的风险上升，而且一旦发生老年人常见的髋部或腿部骨折，后果可能相当严重。医学统计显示，老年人髋骨骨折后卧床不起，常会引发一连串并发症、褥疮、泌尿感染、血栓、中风等等。有研究指出，大约有1成多的老年骨折患者会在骨折后1年内去世。听起来很可怕吧？所以说，人倒不怕老，最怕腿先垮，一点也不夸张。腿一垮，其他健康指标再好，生活质量都会大打折扣。然而，好消息是，无论你现在年纪多大，只要开始重视腿部保养并持之以恒的锻炼肌肉，你都还有机会扭转乾坤，把流失的肌力找回来。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双腿保持年轻，甚至返老还童呢？答案其实不难，动起来，锻炼腿，不要等腿出了问题才临时抱佛脚，现在就开始每天花点时间活动双腿，哪怕动作很简单，只要坚持下去，都能逐渐强化腿部肌肉，改善血液循环，减缓老化。下面我们就介绍几个简单有效的练腿动作和习惯。无论你是年轻人想预防未来腿部衰老，还是中老年人想重振腿脚，都可以从现在开始练习。每天练这些动作只要一点点时间，长期下来你会发现腿的状态有明显改变。别小看这些不起眼的小动作，它们真的可能让你在80岁时依然健步如飞。第一招，改掉久坐，养成随时站起来活动的习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中，坐占据了大部分时间，上班坐着，回家沙发上坐着，一天10几个小时，腰以下几乎不动弹。久坐对腿的伤害极大，长时间坐着时，下肢血液因对抗地心引力而回流困难，容易积聚在腿部，导致静脉循环不良，腿部肿胀沉重，时间一长可能出现静脉曲张或血栓风险。同时，久坐会让腿部肌肉几乎不参与用力，肌肉逐渐退化萎缩。你可能有过这种体验，坐了1-2个小时后突然起身，
腿脚会发麻，甚至一时无法使上劲，那就是因为久坐让腿部血液循环变慢，神经压迫和肌肉短暂休眠了。长期如此，腿部机能当然越来越弱，因此要保护腿，第一步就是别让自己久坐成瘾，每坐45分钟到1小时就站起来活动5到10分钟，可以在办公室原地站一会儿，顺便伸展一下腿部，或者倒杯水，上个洗手间，走走楼梯都好。总之，不要连续几个小时保持同一坐姿，把这个习惯贯穿在你一天的日常里。别小看每次几分钟的站立走动，累积起来对腿部血管和肌肉都是一种保养，能有效防止腿部的生锈。有些上班族或学生黏在椅子上一整天，下肢血液循环变得很差，不但腿浮肿沉重，还容易引起下背痛。其实只要间隔一段时间就起来动一下，甩甩腿，走几步路，都可以让第二心脏小腿肌重新帮补起来，把血液往全身送。另外，站起来活动时顺便做些简单拉伸，伸个懒腰，踢踢腿，也能避免肌肉僵硬。总之，改掉久坐不起的习惯，让双腿经常得到活动和血液滋养，是保持腿部年轻的第一步。第二招，练习腿部肌力深蹲或作战训练。肌肉力量是让你站得稳、走得动的根本。有句话叫筋长1寸，寿延10年，说的是柔软度，但还有肌强1分，活力十足。这里指的就是肌肉的力量。尤其对腿而言，大腿和臀部的肌肉是全身最大的一群肌肉，负责支撑和移动身体。我们一定要给予它们足够的锻炼、刺激，才能维持甚至增强腿部力量。其中效果最好的动作之一就是深蹲。深蹲被称为腿部的王牌动作，能同时锻炼大腿前后侧、臀部以及核心肌群。做法也很简单，站立时双脚与肩同宽，缓缓屈膝下蹲，仿佛要坐到椅子上一样，然后站起来。初学者可以不用蹲得太低，以自己舒服且膝盖不痛的幅度为准。刚开始时，哪怕一天只做5到10下深蹲，都会有帮助。随着练习，可以逐渐增加到每天3组，每组10下甚至更多。如果一开始深蹲感觉困难，你可以退而求其次，坐椅子作战练习，找一张稳固的椅子，坐下去再站起来，反复进行。手可以轻轻扶着椅子，扶手辅助。重点是在站起时尽量用腿的力量，而不是完全用手撑。每天做几组坐下站起，这其实就是简化版的深蹲了。有研究显示，老年人能否自己从椅子上站起，与日后生活能否自理有很大关系。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上了年纪的人起身需要人搀扶，就是因为腿部肌力不足。透过每天的深蹲或作战练习，可以有效预防这种情况，保持腿部肌肉的力量和爆发力。记住，腿部的肌肉不怕用，就怕不用。你越训练它，它越结实有力。深蹲除了增强肌力，还能训练到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稳定性，对维护膝盖健康也有好处。不过动作一定要标准，膝盖不要内扣，背部保持挺直。若有退化性关节炎或膝盖疼痛的人，可以将深蹲幅度减小，或改为半蹲即可。还有一种替代方式是墙壁蹲，背靠墙站立，脚向前踏出半步到1步，然后慢慢下滑，让背部贴着墙壁坐下，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或略高的位置，保持这个半蹲姿势10秒或更久，再站起放松。这其实是一种静态深蹲的训练，也非常锻炼肌肉耐力。中国武术中的桩功马步站桩就与此类似，讲究扎马步站稳如桩，长时间下来，腿部力量和耐力都会大幅提升。古代道家养生也有站桩养气的说法，强调静站能强筋骨、通经络。现代人不妨借鉴这些智慧，如果不方便做反复的动作，每天靠着墙静蹲半分钟也是很好的锻炼。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上下楼梯、蹲下起立都轻松了不少。第3招，每天拉伸腿部筋骨，保持柔韧度。很多人只注重肌肉锻炼，却忽视了柔软度的重要性。其实肌肉和筋膜过于紧绷，会限制你的步幅和关节活动度，增加受伤和抽筋的风险。随着年龄增长，肌腱韧带会变得僵硬，如果不经常伸展，腿部容易觉得紧绷疼痛，
每天花几分钟做腿部拉筋，可以让你的筋骨保持年轻。重点拉伸的部位包括大腿前侧、后侧和小腿。比如，你可以试试这样的动作：小腿拉伸，面向墙壁站立，双手扶墙，一脚在前弯曲，另一脚在后伸直，后脚跟尽量贴地。你会感到后侧小腿肌肉被拉紧，保持20秒，再换腿。这动作有助于伸展我们常常紧绷的小腿肚肌肉，预防抽筋。大腿后侧拉伸，站着或坐着都行。站着的话，伸直一只脚跟着地，脚尖朝天，身体微微向前倾，试着用手去碰那只脚的脚尖。如果够不到也没关系，感觉后腿筋有拉力就好。如果坐着，可以一腿伸直，一腿弯曲，伸直的腿慢慢俯身去碰脚尖，这能很好的拉开大腿后侧的腘绳肌群，大腿后侧柔软了，走路步幅才能大，腰背压力也减少。大腿前侧拉伸，站稳，扶着墙或椅子，用手往后抓住一只脚的脚踝，往臀部方向拉，让那只腿的膝盖弯曲，大腿前侧肌肉被拉伸，保持一会儿再换腿。这可以伸展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每天做上述几个伸展，每个动作保持15到30秒，重复几次，就能明显改善腿部的柔软度。晚上睡前或早上起床后都是拉筋的好时机。很多人夜间抽筋，其实和白天腿部太僵硬有关。睡前拉筋可以减少半夜抽筋的发作。经常拉伸还能促进腿部的血液循环，减轻久坐后的酸胀感。简单来说，筋长骨正，行动自如。柔软的腿筋能让你迈开步伐毫不费力，防止一些不必要的拉伤和扭伤。第4招，踮脚尖运动，强化小腿肌力。我们前面提到，小腿有第二心脏之称，保持小腿肌肉强健非常重要。其中一个最佳的方法就是做踮脚尖动作，也就是体踵练习。做法非常简单，双脚与肩同宽站立，扶着椅背或墙保持平衡，然后脚跟慢慢抬起，踮起脚尖站立，感觉整个身体往上拔起，小腿肚绷紧，在最高点停留1秒，之后慢慢放下脚跟回到地面，如此反复。刚开始可以做20下为一组，休息一下，做3组。如果觉得轻松，可以增加到每组30下甚至更多。也可以在踮起脚尖后保持几秒再放下，增加肌肉耐力训练。这个动作随时可以做，刷牙的时候踮几下，煮菜等水烧开的空档踮几下，等公车时也可以悄悄踮脚训练。别看动作小，作用可不小。踮脚尖能强化小腿的腓肠肌和比目鱼肌，这些肌肉就像泵一样，帮助下肢血液往上流。很多静脉曲张或下肢水肿的人，都是因为久站不动或久坐，缺少这样的肌肉挤压作用。透过每日体踵，小腿变得有力，下肢血液循环也跟着改善，腿部的肿胀沉重感会减轻。另外，小腿肌力好，走路时推进力量更足，上坡爬楼也比较省力。对中老年人而言，强壮的小腿还能帮助维持平衡能力，降低跌倒的风险。许多年长者走路不稳，往往是因为小腿无力，脚踝不稳。每天踮脚可以锻炼脚踝的稳定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动作对预防动脉硬化也有帮助。有医师提出，每天踮脚尖1分钟，对末梢血液循环不良、手脚冰冷的人尤其有益。因为踮脚时小腿收缩再放松，如同把血液往返挤压输送，长期下来可以让血管弹性变好。总之，踮脚尖这个超简单的动作是维持腿部年轻活力的秘密武器之一。第5招，甩腿和空中脚踏车，促进腿部血液循环。有些人可能因为膝关节不好或体重较重，激烈的深蹲跳跃不适合，那么做些温和的腿部活动同样能收获健康好处。建议每天抽空做甩腿运动，站在地上扶着墙或椅背，单脚站稳，另一条腿放松，前后摆动20-30下，在左右侧向摆动20-30下，然后换另一腿。甩腿时动作不要太剧烈，以髋关节为轴，温和地摆动即可。这个动作能够松动髋关节和大腿肌群，让僵硬的关节活动开，同时促进髋部和下肢的血液流动。尤其是对久坐族，甩腿可以赶走腿部的滞血和酸麻感。有空时还可以做绕脚踝的动作，坐着或站着都行。
抬起一只脚离地，用脚踝画圈，顺时针绕10圈，逆时针10圈，然后换脚。脚踝转动能帮助踝关节润滑，预防踝关节僵硬，也有助于静脉血回流。另一个简单又有效的运动是空中脚踏车。躺在床上或垫子上，抬起双腿在空中模仿踩脚踏车的动作。刚开始可以踩30下，感觉小腿有点酸即可休息。日渐熟练后，可慢慢增加踩车的时间。空中脚踏车能锻炼到腹股沟、大腿和小腿的肌肉群，而且因为躺着做，减轻了膝关节的压力，对关节友善。很多复健科医生也会建议腿脚无力或平衡感差的长者从空中脚踏车开始练起，循序渐进改善腿部力量。早晨起床前或晚上睡觉前，在床上就可以轻松完成这个动作。如果每天坚持，会发现腿部的灵活度提高，夜里抽筋的频率可能也降低了。以上几个动作非常容易做到，而且不需要任何器械，在家里地板上一小块空间就能完成。重点在于天天坚持。也许刚开始做的时候会觉得腿酸，或者一次做不了太多，但是没关系，一步步来。今天做2下，明天试着做3下，慢慢增加。贵在恒心，而不在于第一天就要做多完美。你甚至可以把这些动作拆散，穿插到日常琐事中，煮饭等锅滚时踮踮脚，电视广告时间起来做几个深蹲，早晚刷牙时顺便拉拉筋。这样不知不觉就完成了一天的锻炼量，身体也比较不会抗拒。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刚开始锻炼时一定量力而为，扶墙扶椅确保安全，避免一下子过度用力造成拉伤。循序渐进是关键，哪怕慢慢来，只要不停止，腿部的力量和灵活性就会一天天地提高。除了运动，我们在生活习惯上也可以多方面呵护双腿，保持下肢温暖很重要。不要让腿部长期受凉，天冷时穿暖和的裤子、袜子，睡前泡泡脚，这些都能促进腿部的血液循环。很多老人家腿脚冰冷抽筋，就是因为着凉让血管收缩，肌肉缺血所致。每天用温热水泡脚20分钟，不仅驱走寒意，还能放松腿部肌肉，一举两得。另外，均衡营养也不可少，要长期维持肌肉和骨骼健康。蛋白质和钙质、维生素 D 是必须的。日常饮食中注意摄入优质蛋白，如鱼、蛋、豆制品等，多晒太阳或补充维生素 D， 防止骨质疏松，才能让你有强壮的骨骼支架去承载增强的肌肉。体重过重的人也要特别注意控制体重，体重每增加1公斤，膝盖承受的压力其实远超1公斤，长期超负荷会加速关节损耗。保持健康体重也是给双腿减负，减少它们的磨损。讲了这么多，你会发现其实腿部保健没有什么神奇秘方，就是动起来3个字。生命在于运动，而长寿很大程度上在于腿脚是否还能运动。过去那些养尊处优、久坐不动的人，往往晚年腿脚就不行了。反之，那些一辈子爱走爱动的老人，很多都活得更长、更健康。有位80多岁的老先生，每天清晨坚持快走和踢腿练习，现在上楼如飞，连年轻人都自叹不如。还有不少广场上晨练的爷爷奶奶，他们或打太极，或练舞步，看起来精神矍铄，腿脚灵活，都是长年累月锻炼的成果。在科学训练下，人的肌肉老化速度是可以大大减缓的。研究甚至发现，哪怕是90岁的高龄老人，只要给予适当的抗阻力量训练，他们的肌纤维仍然能增强，肌力依然可以提升。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都这么大年纪了，练腿已经晚了。其实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从现在开始行动，你就是在为未来的自己储蓄健康资本。想象一下，未来有一天你80岁了，依然可以自己买菜、散步、旅游、爬山，甚至心之所至还能跳支舞，这将是多么幸福的晚年生活。而这一切的基础就在于现在打好腿脚的根基。总而言之，腿部是寿命的关键，这句话绝非耸人听闻。腿承载着我们的身体和岁月的重量，也记录着我们生命的步伐。请善待你的双腿，从年轻时就开始训练它们，保养它们，即便已过中年，甚至进入老年，也请相信只要开始锻炼，腿依然可以一天天变强。
不要等到失去行走的能力才追悔莫及。现在就从每一天的小小练习做起，站起来多走几步，蹲下去活动筋骨，拉伸紧绷的肌肉，踮脚促进循环，躺着也不忘踩踩空中的脚踏车。坚持下去，你的腿一定会回报你以力量和健康。等到银发之年，你会庆幸自己当初为双腿所做的努力。愿我们都能拥有硬朗的双腿，让80岁的我们依然健步如飞，享受自在的黄金岁月。用现在的行动为将来的自己打造一双永不生锈的腿，迈向长寿又充满活力的人生。